对于佩洛西窜访台湾一事，国际社会密集发声支持中方立场。I mean, the only thing I will say is that the policy of the United Nations on the issue of on this issue is that we are guided by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2758 from 1971 on One China. 俄罗斯外交部周二晚也发表声明指出，俄方视佩洛西此举为公然挑衅，同美方全面恶化的侵略性方针一脉相承。俄方敦促美方切勿采取破坏地区稳定和国际安全的行径，接受美国霸权已无立足之地的新地缘政治现实。此前，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特别向媒体表示，俄罗斯在台湾问题上同中国保持团结一致。我们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认为，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权对此表示质疑，或采取任何煽动性或其他性质的行为。针对佩洛西窜访台湾一事，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2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再次就此事表态，宣称拜登政府希望避免因佩洛西窜台而导致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为冲突。多位美国专家批评称，佩洛西的台湾行程完全是不必要的风险，无法达成任何战略目标，很容易演变成危机。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也密集发声支持中方立场。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2号再次为佩洛西窜访台湾进行辩解。他声称，作为美国众议长，佩洛西有权出国访问，但他强调美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没有变。We've been very clear that nothing has changed about our One China policy, which is guided, of course, b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3 joint U.S. PRC communiques, and the 6 assurances. We've said that we oppose any unilateral changes to the status quo from either side. We've said we do not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ce. 白宫方面继续拿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为自己开脱，声称拜登作为总统没有干涉国会的权利。然而，媒体质疑白宫下属的美国国防部为佩洛西出行提供军方行政专机等后勤服务，事实上是支持佩洛西的举动。美国舆论普遍担忧佩洛西的鲁莽举动让中美关系陷入危机。What is this going to do to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which is already so fraught? I think the fact that the president talked to President Xi last week for 2 hours is an indication of how much the president understands and respects the consequential nature of this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s I've said before, one of the most consequential. 不管美国的官员如何就佩洛西窜访台湾的问题进行辩解，那也不管美国未来是不是会拉拢盟友和伙伴，甚至怂恿他们做出更危险的动作。那么，对于一个中国原则，中方的底线红线非常清晰，而美方是无法动摇。美国国内舆论对佩洛西窜访台湾的危险性发出警告。美国国防部长、前高级顾问、退役上校麦克格雷格表示，拜登政府十分愚蠢，其台湾政策鲁莽又危险。美国《纽约时报》3获普利策奖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批评佩洛西的计划是无比鲁莽、不负责任的。弗里德曼表示，佩洛西的做法不仅不会有任何好结果，反而还会招致许多恶果。台湾也不会因为这种纯粹象征意义的访问而变得更加安全。弗里德曼认为，身为民主党籍的美国总统拜登竟无法劝阻同样来自民主党的佩洛西，让其不要做出这个从中央情报局局长到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都认为不明智的做法，这反映出美国政治功能的失调。表面上来看，美国国内两党之间就所谓的挺台反华的问题是有某种共识的，但是近一时期我们要注意到的是，涉及到共和党人、共和党的议员，他们此前对佩洛西窜访台湾的计划是提出批评的，他们不甘心民主党借这一次的窜访捞取政治上的资本、捞取好处。美国国务院前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周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国家安全需要风险管理。佩洛西的台湾行程对美国来说完全是不必要的风险，无法达成任何战略目标，很容易演变成危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中国事务主管何瑞恩分析称，佩洛西窜访台湾增加了中美紧张关系，未来一段时间中美能否进行直接坦诚的沟通十分关键。And in the intervening period, we'll have to watch to see whether Washington and Beijing remain capable of direct, private, candid communication with each other so that they can clarify each other's intentions and shrink space for miscalculation.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preserved an approach of strategic ambiguity. This is the same rough posture that every administration since 1979 has upheld. But we'll have to watch this closely to see if that same logic continues to guide America's approach going forward.
美国 CNBC 电视台将佩洛西登台称之为高度争议的行程。耶鲁大学资深研究员、前美联储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3号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警告，我们正处在冲突升级的轨道中，此行只会使事情更糟。此时，美国国内这种反思的声音提醒美国政府的是，要把美国的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并非一些美国政客为了短期的利益破坏美国利益的长远目标。如果选择错了路径，反而会对美国造成更多的负资产。